Hello，大家好，我是老歪。今天我要来示范掐丝珐琅的做法。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块已经上好了背釉跟正面釉的一块铜胎，它里面是红铜，然后我的背面上了黑色的釉，然后正面底下先上了一层透明釉，然后这一块银色的东西是银箔，我把银箔稍微把它捏了一些质感以后，把它铺在上面，然后上面再上一层透明的釉，然后再进去烧。然后现在我就有一块就是闪闪发光的胎底，这就是红铜可以营造出银的胎底的效果的做法，就是铺一层银箔就可以了。然后这里我有一个图稿，我想要做台湾蓝雀，还有台湾黑熊，这两个是描图纸。我把它先在我的图稿上面把轮廓描下来，这个就是等一下我的掐丝珐琅用的那个丝要走的轮廓。然后这个丝是纯银线去捻的，自己捻这个丝有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们要的宽度还有厚度。基本上我这个是用大概0.4到0.5之间的纯银线下去捻，然后捻到这个宽度大约是不超过0.8mm。然后这个粗细你也可以自己控制，我这个粗细大概0.2还0.3，没有很宽，所以你看到掐的丝就是会薄薄细细的。然后这个丝都是退火过的，所以很软。那接下来我们要做掐丝的部分，我今天还是先做台湾蓝雀就好了。我在我的描图纸上面贴了一层双面胶，因为我等一下扭出来的丝，我会希望它可以稍微固定在上面。因为我不是今天要烧珐琅，我可能明天或后天才要烧，所以我不希望我掐好的丝就是会不小心跑掉或不见。所以我粘了双面胶，但是我不希望它太粘到我拔起来的时候丝会变形，所以我稍微让它不要那么粘，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掐丝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要贴在这样子有一点弧面的曲线上面，所以我们的丝，不要一次做的太长，我们可以把它分段。比如说，我会做这样子一段，这样子一段，我不会一次做这么大一段。这样子不仅是你在放上去的时候你不好做服贴，它也有可能因为浸窑了以后，它的银线会有一点张力，然后就弹起来。所以我们就短短的，像这个叶子的部分，我也是会这样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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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做，然后尽量都让这个丝保持是有一点曲线，比如说像尾巴的部分，我就会做这样子弯折，这样子弯折的线，我不会做一条直直的这样子，因为直线在浸窑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这样子倒下来。我会先把丝固定在我这个上面的透明釉上面，他们靠的只是一点点，我们用的这个Clear File，
它是一种珐琅胶。那这个胶它其实粘着力没有那么弱，它只是暂时固定，所以我进去窑里面，它很有可能会因为我放的震动的关系，或者是它在里面因为底下的釉在溶解的时候，它的着力点如果没有很服帖的话，它有可能烧一烧它就会这样倒下来。那我们做成曲线的话，它的这个着力点就会比较稳固，比一条直线来的稳固。所以我们在掐丝的时候，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弧度，就是在这个看起来像直线的地方，我们做一整条的这样 U 型，整个做把它超出这个边框都没有关系。那我们这个丝如果到时候放上去超出边框，我们都可以把它切掉。所以尽量以曲线的线条为主，然后线条不要走得太长，就是一小节一小节一小节慢慢的做，所以我才需要有双面胶来固定我所有的小小的线段。好，接下来我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掐丝，通常都会花个半天，几个小时到半天，看复杂度，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开始吧。
好了，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了，我的进度非常的缓慢。然后我刚刚在做这个脚的鸟，不，我刚刚在做这个鸟的脚。这个鸟的脚为什么有点像哆啦 A 梦的手啊？好，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吧。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做这个叶子的时候啊，我是先用圆钳先弯出一个弧度，像这样子的弧度。那弯完之后呢，我会直接从中间把它折下去。啊，现在就有一个叶子的形状了，而且很快。如果我们直接用镊子在那边弯折的话，它会有一个不太自然的弧度，就没那么好看。然后我想让它细长一点，我觉得还可以再稍微再捏一下。那接下来剩下的部分大概在半个小时就可以弄完了。那我们下一次就是直接进窑烧咯。这边是已经做好的掐丝，给大家看一下。喂！做好的掐丝全部用双面胶先固定，稍微固定住。然后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丝移到我们的胎体上面。这个上次有跟大家讲，这里面是红铜，然后上面铺了一层银箔，然后再烧一层透明珐琅。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丝，等一下要先用胶把它固定在上面之后，大概等待1天的时间，让它完全的干燥，我们再进窑去烧。这个时候，这个丝就会在窑里面沉下去，沉在这一层透明珐琅上面，然后这个丝就会被固定住。固定住了以后，我们再来烧各式各样颜色的珐琅，再把它填进去这些框里面。掐丝珐琅的意思，它其实就是一个框里面填颜色。法文叫 cloisonné， 在法国的时候，新艺术时期是很多这样子作品的做法。那我们就慢慢的把它填上来。这个部分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我这个胎体上面没有任何的基准，所以，我可能会先从，最边缘的地方开始填，开始把丝移过来，然后周围的花草都移完了以后，我再把鸟移过来。或者是你不用管布局，你直接把主角移过来，然后再来去分配你的周围的花草也可以。好，我们就开始吧。
好吧，终于把丝都放完了。很显然，我的胎体比我的草图来的小一点，所以我有一些东西放不进去。这个尾巴的线条，我想要，等第一次的丝烧完以后，我再放进去，因为这个线条的位置刚好在这个尾巴这边很斜的位置，我的丝放下去它都会倒。这个丝就是我说的，如果你用比较直线的，没有曲线比较少的线条放上去，它就会很容易翻。所以我在放这个丝的时候，放在尾巴这边，刚好又是一个弧度的侧面，它就很容易翻。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烧过一遍，让它的丝沉下去以后，那个尾巴的线条，我第二次再来放。好，我们现在就让它干吧。Hello，我们回来咯。这个是我已经浸过一次窑的效果，就是我把上一次的掐丝放在这个胎上面，然后进窑去烧，看得到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丝已经溶解在下面这一层的透明釉上面了，所以目前它是不会移动的。接着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想要填的颜色，就是慢慢的把它一点一点的填进去这些框里面。然后这个凸出来的部分我们就先不用管它，我们等到最后烧完以后再去把它做裁切。等一下上釉的过程可能会我会加快速度，用快转的方式让你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完我上完整个过程。因为上珐琅这个过程不会是只有一次就可以结束的，因为我们要一直把珐琅填到这个边框的高度。那我上次有说我这个高度大概是8米里左右，所以其实要填大概3到4层的珐琅，它才会接近这个高度。然后我们再用研磨的方式把珐琅釉跟这个银的掐丝一起把它磨到同一个平面，这样整个掐丝珐琅才算是完成。那这边有这几个颜色是我这次想要使用到的颜色，那我大部分都已经洗。